男人不小心打了一个哈欠，结果下一秒就变成了胡子拉碴的大叔。他来到和女朋友的约会地点，想想自己现在地中海的模样，他怎么也不敢上前相认。原来男人得了一种怪病，只要睡一觉就会变成另一个人。至于会变成什么样的人，就像开盲盒一样，完全是随机的。有时候是男人，有时候是女人，还有老人跟孩子，甚至会变成外国人。随着外貌的变化，声音视力也会随之发生改变。所以男人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根据外貌挑选不同性别、不同尺码的衣服和鞋子。可不管外貌如何变化，内心的灵魂只有一个。这种病是在他18岁时突然得的，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大叔。惊慌失措的他在母亲怀里抱头痛哭，之后他便待在家里由母亲照顾。后来男人成为一名家具设计师，和好友一起经营着一家私人定制的家具店，凭借独特的设计理念，足不出户就能年入100万。而好友也是唯一知晓他秘密不被吓跑的人，因为男人时不时会变成大美女，这让好友欣喜若狂。 너 같은 여자를 태어나서 실제로 처음 봐서 그래. 그리고 보여주기만 해. 보면서 혼자 잡게 내가. 这天，男人在同行家具店寻找灵感，遇到了销售员笑珠。他被女孩甜美的笑容深深吸引，可自己的外貌只能维持1天，根本没办法谈恋爱。于是，在接下来的日子，男人就以不同的样貌来到店里，笑珠每次都不厌其烦地为他介绍。渐渐的，男人发现自己喜欢上了他。 可他对于笑珠来说却是一个陌生人，于是他决定在自己变成帅哥的时候跟他表白。终于在经过了1个月的漫长等待后，男人如偿所愿拥有了一副漂亮的皮囊。他迫不及待地找到笑珠，在店里买了一把椅子。笑珠热心地帮他装上车。就在他转身离开的时候，男人紧张地叫住了他。아까 얘기하신 그 의자가 나을까요? 나무가 나은 건가? 그 철제가 나은 건가? 스테이크가 좋아요? 초밥이 좋아요? 笑珠被这突如其来的搭讪逗笑了，面对男人的约会邀请，他微笑的拒绝了。是啊，谁会答应跟一个陌生人初次见面就一起吃饭呢？看到喜欢的女孩就这样离开，男人有些不知所措。他知道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，像这么帅气的自己不知何时才会再次出现。于是他鼓足勇气跟笑珠表白。 오늘 엄청 연습하고 왔거든요. 그쪽이랑 같이 밥 먹고 싶어서. 他希望笑珠能给自己一次机会。看着男人真诚的眼神，笑珠答应了他。晚上，他们来到男人的工作室，在得知男人是一名家具设计师时，笑珠对他的好感立马倍增。两人开心地吃着寿司，空气中弥漫着恋爱的香甜。他们聊着各自的兴趣爱好，发现彼此十分投机。男人把手机放进杯子播放音乐，这让笑珠感觉就像是桌子在发出声音。他突发奇想。 为什么不在桌子里安装一套音响？那肯定会是个很酷的设计。男人把他的话默默记在心里。为了乘胜追击，男人在把笑珠送回家后，就立马对她发出再次约会的邀请。见笑珠欣然答应后，男人定了5、6个闹钟，喝了8杯咖啡，怀揣着对第2天约会的期待，他熬过了第1个夜晚。很快，他们再次见面，两人像是一对热恋的情侣，一起逛街购物，彼此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 他们的感情也在迅速升温，爱情的力量支撑着他熬过了第2个夜晚。他带笑珠来到母亲开的针织店，由于没有提前打招呼，母亲并没有认出他。晚上在等公交时，男人疲惫地打起了哈欠。笑珠问他怎么会这么困，就像是好几天没睡一样。男人急忙解释说自己没事，可能是昨晚加班的缘故吧。可他明白自己的身体已经达到了极限。他约笑珠明天一起吃早餐，分别时两人依依不舍。男人忍不住吻了她，这让他们的关系更进一步。 回去的地铁上，男人再也支撑不住，一不留神打了一个盹。当他再次醒来，发现自己变成了邋遢大叔的模样，他懊悔不已，但也无济于事。当他来到跟笑珠约定的车站，心爱之人就在眼前，却不敢相认。笑珠给他打来电话，他也不敢接听。最后，笑珠失落地打车离开。男人跟着笑珠来到家具店，他不知该怎么跟笑珠解释自己变身的事情，结果就买了一把椅子。离开时，他瞥见桌子上的招聘启事。 于是第2天，他就以实习生的身份来到笑珠身边。他把笑珠约到家里一起吃饭，并告诉他自己就是前几天跟他约会的男人。之所以这几天没有出现，是因为自己得了会变身的怪病。他打开电脑，把每天变身后记录的视频给他看。可笑珠显然并不相信他说的话，他认为这些都是男人不想见他所编的借口，于是气愤地转身离开。这天店里进了一批新家具，其中有一款插上手机就能听歌的桌子。笑珠立刻想起，这正是他和男人初次约会时提到的创意。下班的路上，笑珠无意间在路边看到一种会变脸的卡片，她开始怀疑男人会变身的说法。于是她再次来到男人家里，这次开门的是位短发美女。笑珠说明来意，她想要亲眼目睹男人睡醒后变身的过程。于是他们就躺在一张床上睡了过去。第2天，笑珠提前醒来，她来到洗手间，发现这里有2套洗漱用品。 一套男人用的，一套女人用的，而衣帽间里更是挂满了
各种款式大大小小的衣服，还有眼镜、帽子、首饰等等。电脑里是男人以不同身份录制的视频。这时男人醒了，一个清秀腼腆的大男孩出现在孝珠的眼前，他终于相信男人并没有骗他，两人很快坠入爱河。男人变身的事给他们的感情增添了不少乐趣，毕竟每天换一个男朋友的快乐，可不是每个女孩都能体验到的。这让孝珠成为全世界最多人爱的女人。当然，这种超能力也有不好的时候。这天，孝珠公司举办了一个重要的舞会，要求女员工必须携男伴参加，可偏偏男人却变成了一个老太太。孝珠焦急地给他发去短信，眼看舞会马上就要开始，男人强迫自己赶紧睡着。他的要求并不高，随便变成个男人就好。在舞会女人们惊讶的表情中，男人缓缓步入会场，他找到孝珠并握住了她的手，两人相视一笑。많이안늦었지？안녕하세요。这可让孝珠的同事羡慕不已。然而每天都要面对陌生男人的面孔，这让孝珠的精神逐渐焦虑起来。这天他们相约在街头见面，可男人却故意不告诉孝珠自己在哪。孝珠彻底慌了，如果有一天男人突然消失，那她将永远找不到他。痛苦的情绪让她狠狠掐了一下皮包。这时男人突然拉住她的手，孝珠被眼前的陌生人吓了一跳，她愤怒地甩开了男人的手。男人这才意识到孝珠跟他在一起，每天承受着巨大的压力。之后的日子，孝珠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来到男人家里，记住他今天的样子再去上班。可即便如此，孝珠还是缺乏安全感，她无法跟亲戚朋友介绍自己的男朋友，同事都认为她在不停换男友。姐姐也发现她手机里和不同男人的照片，她质问妹妹这是怎么回事。孝珠当然没有把男人变身的事情告诉她，公司领导也因此找她谈话，这让孝珠的精神几近崩溃，每天都要靠药物让自己入睡，而男人对此却一无所知。他亲手制作了2枚戒指，想要跟孝珠求婚，可孝珠并没有答应他。他不知道这样的生活自己还能撑多久，委屈难过的泪水从眼眶涌出，长期的不安和焦虑让他晕了过去。看着病床上如此衰弱的孝珠，男人心疼不已。从医生口中得知，孝珠很早就患上了精神焦虑，长期依靠药物来缓解症状，而药物的副作用也在每天伤害着他的身体。男人找到母亲倾诉烦恼，他不想让孝珠因为自己受到伤害。母亲告诉儿子，只有你离开，他才会好起来。原来男人的病是遗传父亲的，当年母亲不顾一切和父亲在一起，但他们的爱情终究被世俗的眼光打败。如今的孝珠就像母亲一样，不仅每天饱受精神的折磨，还要承受身边人的流言蜚语。直到父亲的消失，母亲这才有所好转。听了母亲的话，男人明白自己是时候该离开了。既然他们无法在一起，那么放手或许是对爱人最好的选择。男人把求婚戒指封存起来，在一个雪夜和孝珠提出了分手。从那以后，两人便没了联络。男人就像空气一样消失在了孝珠的生活里，孝珠的身体也慢慢得到恢复。只是在面对陌生人的时候，他会不自觉地把对方当成是男人。看着他们在一起的合照，曾经的点点滴滴再次涌上心头。原来离开男人比生病还要痛苦，而此刻的男人在异国他乡同样思念着他。他每天以不同的身份、不同样貌过着孤独的生活。这天，领导让孝珠寻找一款私人定制的凳子，他一眼就看出这是男人的设计，于是他根据照片上的地址来到国外。开门的是一个面容清秀的男人，两人欲言又止。孝珠告诉他自己病好了，可男人却担心他会再次生病，不肯相认。直到孝珠说出那句네가아픈거보다 네가 없는 게 더 힘들더라。男人再也忍不住失声痛哭。这次他们决定义无反顾地握紧彼此的手。나랑결혼할래？听到孝珠的求婚，男人拿出那枚珍藏已久的戒指。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，我都爱你，不只是你的外表，而是那百变外表下有趣的灵魂。红色高跟鞋。